听说过毒鸡汤吗？听上去自相矛盾，但却有这样的话，而且还有人这么说。这并不是说有人会忘恩负义，毒鸡汤指那些看似无害的，可能出自善意的话，但无论说那些话的人意图是什么，都貌似表现出冷漠或居高临下。不仅如此，当有人已经感觉有点糟糕的时候，也会听到这样的话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所以，无论是担心自己是说这些话的人，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别人会对自己说这些话，会让自己感觉不好，都看下去吧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那些看似无害但有毒的话。这还不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。哇，这也太伤人了。这句话暗示你不知感激或软弱，间接增加了已经遭受痛苦的人的羞耻感和内疚。痛苦，这是主观的，是相对于每个人的，所以比较或试图超越它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即使有人正在经历的事情，对一个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，同样的问题可能是其他人的巨大障碍。我已经跟你这么说过了。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很诱人，但我们也心知肚明，跟我们说我这样告诉过你了的，一副幸灾乐祸口气的人打交道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。不管有多少人会坚持说这句话，只是为了在未来以防万一，或者是出于表达他们发自肺腑的关心，但无论如何，作为一个错误的案例，这个表达只传递出了一个信息：你不能被信任或信赖，这就意味着顺带表达出了羞辱和傲慢。没什么，别担心，类似于第一句话，说一件事不是啥事，是没什么帮助的。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，从大局出发，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会让一切偏离轨道，所以你会没事的，可以迈过这个坎。然而，因为这句话如此简短和突兀，传达出来的意思是你所做的以及你感到的并不重要，也就是你并不重要。你很壮，你能应付的。当然，这取决于语境，但如果是在有人在表达脆弱或痛点时，比如悲伤，他们会向别人寻求帮助、支持，甚至是解决方案。这时，如果有人跟他们说这句话，其实他们感觉很虚弱了，决定求助已经很困难了。简单的告诉他们相反的一面，你的强大，你可以应付。就相当于说，我拒绝你表现出的这个弱点，我拒绝你的帮助请求，自己解决吧。当他们敞开心扉时，这种拒绝传递了这样的信息：脆弱不对，必须隐藏自己。你有麻烦了。当一个人已经知道会遇到一些麻烦时，比如撞了朋友的车，或错过了一个重要截止日期，这样说无异于补刀。换句话说，谢谢老大。显然，不管哪种表达，完全没什么卵用。在别人经历高压事件时，这么说听起来就像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们的不幸上，而且享受这种虐待别人的体验。如果有人是出于信任另一个人而倾诉麻烦，这意味着这个人至少需要对方富有同情心的倾听，而这么说听起来几乎像是对信任的背叛。以后他们在向这个人敞开心扉之前，可能会再三考虑。时间能治愈一切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没兴趣的、懒得想的或无意义的陈词滥调，就好像说一切都会过去，或时间能够治疗一切创伤一样。这听起来像是这样说话的人，以后就不用再和有问题的人打交道了。当有人处于极度悲痛或极度激动时，这句话听起来古怪而不真实，也像是个谎言。时间不是金刚狼的自愈因子，时间能让人适应、处理和从高度紧张的情绪中冷静下来。就这样，深刻的事物总会留下印记，除非有健忘症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知道自己只是想帮助别人，我们说这些话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他人关心，并做出些贡献和给予支持。为了使这些努力更有效，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用词可以通过根植于现实和当下，而不是理想化的未来来改进。当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语言来安慰别人时，我们也是在安慰自己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感谢每个人都想要为他人变得更好。这几句话里有哪句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记得点赞并分享这支影片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